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想和大家简单聊一聊中国的抗日神剧。抗日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奇特的存在，它拥有极其强势的热度，并长期霸占着中国家庭的电视荧屏。例如被称为抗战台的江苏卫视，在2012年一年中的黄金档就播出了9部抗战剧，占比为 41%。 抗日剧已经占据了中国电视剧的半壁江山。不仅如此，一些较为出圈的抗日剧还塑造和参与了当代中国的流行文化，比如2005年播出并迅速走红的电视剧《亮剑》。该剧不仅为中国互联网贡献了大量的流行语和网梗，其中一些词语还成为了官方话语的组成部分。以后我会考虑专门做一期视频聊聊这部剧。另一方面，对抗战剧的吐槽和批判的声音也越来越多。随着抗战题材的持续走红，剧情夸张、缺乏逻辑、卖弄低俗的抗日剧也越来越多。这样的抗日剧被称为神剧。每隔一段时间，各路专家、学者、评论家都会把神剧拉出来批判。在 B 站等视频平台搜索一下就能发现，神剧的泛滥还养活了一大批视频自媒体作者。比如这位有331万粉丝的博主，就创作了大量吐槽抗日剧的视频。通常他会去优先看粉丝们见他去看的某部抗日剧，然后将其中比较荒诞的片段剪辑出来，配上搞笑的解说，就能收获大量的观众。可见对神剧的吐槽本身就是一个颇受欢迎的话题。那么抗日剧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应该说这是一个多方努力的结果。抗日剧这个特殊的剧种是伴随着电视机在20世纪80年代的普及而崛起的。80年代的抗日剧，比如《敌营18年》、《夜幕下的哈尔滨》等等，整体上都相当严肃，人物形象也较为单调。到了90年代，电视剧的创作和生产逐渐走向市场化，电视剧的制作思路开始朝迎合市场的方向改革，向着商业化、世俗化、娱乐化的方向发展，并且加入了不少爱情、友情等元素。例如1996年的抗日剧《狼行拂晓》就加入了不少主人公的风流韵事，这在传统的正面角色身上是看不到的。不过90年代的抗日剧整体上仍然是比较保守的。到了21世纪，许多民营影视公司看重抗日剧的市场潜力，纷纷加入其中，使得抗日剧题材迅速崛起。从2003年到2013年上半年，中国抗日剧数量总共达到了300部，2012年播出的抗日剧更是达到49部。抗日剧的叙事基调也从原来的严肃庄重，朝着轻松、幽默、搞笑等多元的方向发展。比如《亮剑》所塑造的主人公李云龙，就和传统抗日剧塑造的高大全的英雄完全不同。2010年就可以算是抗日神剧时代的开始。这一时期的抗战剧掺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形成了抗日偶像剧、抗日萌宠剧、抗日武侠剧、抗日都市剧、抗日奇幻剧、抗日言情剧等百花齐放的局面，似乎任何话题都可以套在抗日战争这个框架下。比如2011年播出的《抗日奇侠》就走的是武侠片的路径，在剧中几个抗日英雄个个身怀绝技，采用冷兵器或者徒手杀敌。日本军队虽然有枪有炮，但在冷兵器面前好像完全没有用。中国对神剧的批评声音也逐渐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以下这么几种观点。首先是认为这一切都是市场化的错。神剧的泛滥是民营影视公司一味媚俗的结果，是他们迎合观众的庸俗化、娱乐化和愚昧暴力的倾向。比如这篇批判娱乐化的文章就说道，抗日神剧的泛滥是市场经济推进的结果，但现在的很多抗日剧将本该严肃对待的历史题材进行改变，畸形地满足观众的审美娱乐需求，忽略了对娱乐尺度的把握，出现了过度娱乐化的现象。因此，这种观点很容易走向政府要多管一管的结论。第二是考据派。
这一派主要是抗日剧是如何的违背了历史细节，并认为影片应当反映历史事实，比如批评剧中不应该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还不存在的枪械、服饰等等。第三，也是最主流的一种意见是认为神剧亵渎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和英雄人物。比如人民日报曾批抗日神剧为罔顾基本的公共理性。这篇文章这样说道：尽管没有谁规定抗日题材文艺作品只能用现实主义手法来讲述，但毕竟那段切肤之痛的历史相去不远。中国尽管取得了8年抗战的最终胜利，但我们的前辈也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我们的胜利是用巨大的牺牲换来的，这是我们认识那段历史的基本理性。人民日报认为，抗日战争的基调必须是悲壮的、惨烈的，如果将战胜敌人的过程刻画得过于简单，则是对英雄人物的不尊重。对抗日战争的叙事，仍然要回归到宣传和教化的目的上来。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以上几个观点，就会发现他们都大有问题。比如认为市场化导致了媚俗和过度娱乐化，这是许多人批判中国社会现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影视领域引入了市场运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对民营资本和外资开放。然而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交易的平等和自愿，是价值规律而非权力规律起主导作用的。也就是说，如果交易双方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平等，或者权力结构存在明显的失衡，那么这种交易不论规模有多么巨大，都未必会具备市场的改进福利的特点，也就不能说是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中国的影视行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审查机制可以让一部投入巨大、精心拍摄的影片血本无归，然而审查标准又是极其模糊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站在投资人的立场上，观众喜欢什么样的作品并非优先考虑的因素，安全性才是第一位的。在众多的题材中，抗战剧则因收益大、风险低而成为越来越多投资方的首选。抗战剧是绝对政治正确的电视剧，随着中国官方越来越多的以日本作为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导火线，每逢各种抗战纪念日，抗日题材的影视作品往往更能获得推荐。例如2020年是抗战胜利75周年，广电总局办公厅就发布通知，要求做好纪念抗战胜利电视剧播出安排，并公布了24部参考剧目。此外，抗战剧重播率高，投资成本相对较低，且更容易获得宣传部门的补贴，这都是该题材被投资人青睐的原因。所以，抗战剧不得不承担起广大电视剧观众的娱乐需求，甚至是承载了一切需求，不论是爱情、权谋、武侠，或是色情、玄幻，都必须套进抗日战争这个框架，而这必然会导致各种各样的扭曲和混乱。更重要的是，抗日神剧虽然不同于几十年前那种政治说教片，似乎有一种解构一切、娱乐一切的后现代风格，但背后的国家意识形态痕迹仍然十分鲜明，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叙事。复兴叙事表面上强调的是和平崛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内核却是大国情节和天朝情节。因此，复兴必然意味着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颠覆和推翻。而抗日战争在这套宣传话语中起到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通过强化和渲染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想要给观众暗示和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当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危机四伏、强敌环绕的国际环境下，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对现代中国仍然抱有深刻的敌意。因此，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仍然是当前中国的主旋律。抗日剧的片方也常常走爱国营销的路线，例如2011年，新亮剑的制片方在宣传册上就印了勿忘国耻、爱国中华、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电视剧向着胜利前进的宣传方不断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转发与钓鱼岛事件有关的报道。抗日剧的爱国营销
总是离不开对中日关系和民族情绪的炒作。我曾经发过一期名为《中国的宣传话语为何逐渐弱智化》的视频，点击右上角可以观看。在这期视频中，我们讨论了中国宣传话语在近10年来的一个趋势，那就是大量借鉴和整合了网络文化、饭圈文化、偶像文化等元素，官方试图通过和年轻人一起玩梗，拉近和网民的距离。这看起来似乎颇有消费精神和娱乐精神，但本质上仍然是我说你听的思路的延续，因为这种娱乐精神必须在官方的指引才能释放。抗日神剧也是如此，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在中国造就了这样一类奇特现象，本质上是前现代的意识形态，涂抹上一层后现代的色彩后，似乎表现得更加进步和解放，但掀开它的外表，就能发现其陈腐和保守的内核。当各路官媒、专家和学者大力批判娱乐至死、消费主义时，似乎忘记了中国人在娱乐上其实并没有多少自由选择的余地。面对粗制滥造、铺天盖地的神剧，主流声音只能从考据和政治正确的角度去批评，而所谓的考据派，归根结底也还是站在政治正确的立场上的，也就是认为那段历史和英雄人物是不容细说的。但这些都不是成熟的文艺批评，毕竟电视剧不是纪录片或者教育片，娱乐才是本来的功能，哪怕这种娱乐非常浅薄庸俗，但只要是观众和市场自发选择的，就无可厚非。然而，抗日剧的庸俗却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前现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关键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存在娱乐和消费的文化，而在于个体性能否得到确立和承认，即个人的意志是否被视为是合法的、神圣的。如果娱乐文化只是集体主义下一种宣传工具，那么它其实和现代文明没有什么关系。从对抗日神剧的批判中，我们还能够看到在中国的许多领域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那就是批判的双方都习惯于标榜自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真正代言人，并指责对方背离了既定的路线，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种唯我独极、唯我独左的话语，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缺乏成熟的政治话语，人人都想当别人的爹，潜意识里都想要改造和提升别人的精神层次、审美水平、政治觉悟、道德修养，很少有人能够将自主和自愿原则作为一切道德评判的前提。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历史与社会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